今天我要講的這起案子，真的是看完心裡堵了很久。它沒有那種很誇張、很血腥的做愛畫面，但全程疑點重重，越品越後怕，詭異程度遠超很多同類懸案。因為兇手的心理素質和反偵查意識都反常的離譜，越琢磨越讓人後背發寒。整件事發生在2004年的韓國光州。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只有22歲的女大學生，叫金某。她真的是那種特別努力、特別乖的女生，讀的是國立大學美術教育系大4，馬上就要畢業了，一直在拼盡全力備考教師錄用考試，就想畢業後安安穩穩當一名老師。那段時間她壓力特別大，每天讀書讀到深夜，整個人肉眼可見的疲憊。案發前一天，她上完課很晚才到家，實在太累了，澡都沒好好洗，倒頭就睡，一覺睡到第二天早上。她媽媽看在眼裡特別心疼。第二天一早，媽媽早早起來，專門給她做了早餐，準備了便當。怕她上學路上沒錢坐車，還特意在餐桌上放了1.3萬韓元的交通費。真的就是很普通、很溫暖的一個清晨。誰都想不到，這一頓愛心早餐會成為女兒人生最後一頓飯。而且最離譜的是，兇手從頭到尾根本不是為了錢。當天家裡的人員安排特別清楚，早上7點40爸爸出門上班，哥哥在外地上學，根本不在家。媽媽当天上午有網球俱樂部的比賽，在8點55分也準時出門了。也就是說，從8點55分開始，13樓的公寓這一層就只剩下22歲的金某一個人。這也是兇手唯一的作案時期。時間一晃，12個小時過去，晚上8點20分，媽媽結束比賽回到家。就在她打開家門的那一瞬間，整個人直接僵住了。家裡太不對勁了，玄關亂糟糟的，女兒的書包、精心準備的便當，她平時最寶貝的相機，全部被胡亂丟在地上。正常人第一反應都會覺得奇怪，好好的東西怎麼會全部扔在玄關？緊接着，媽媽看見了這輩子都忘不掉的畫面，玄關地上有血跡，血跡從門口一路延伸進女兒的房間，地上還掉落着女兒的耳環。看到這裡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如果你家門口有血跡，東西被翻亂，你第一反應是什麼？大概率是陌生人入室搶劫出事，對不对？但這起案子絕對不是陌生人作案。我們繼續往下聽，你就知道為什麼我敢這麼肯定。媽媽當時渾身發抖，順着血跡慢慢走到女兒房間，推開房門，眼前的一幕直接擊潰了這位母親的心理防線。女兒趴在床上，狀態非常淒慘，雙手被反綁在背後，身上有很多淤青。最讓人壓抑的是，整張臉、整個頭部被塑料膠帶一圈一圈死死纏住。媽媽瘋了一樣撕掉女兒頭上的膠帶，但是已經晚了，女兒早已沒有了生命體徵。警方接到報警趕到現場後，就連常年處理各類案件的警務人員都坦言現場狀況格外反常壓抑。現場看着像入室搶劫，房間所有抽屜全部被拉開，父母的包也被翻過，錢包、銀行卡、证件散得滿地都是。但是重點來了，第一個巨大的矛盾點出現了。全屋翻得亂七八糟，看似洗劫一空，可真正不見的東西只有2樣。第一是媽媽放在桌上的那1.3萬韓元現金，第二是女兒的手機。除此之外，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一分沒少，一件沒丟。這就非常詭異了。如果是求財的劫匪，為什麼放着值錢的東西不拿，只拿一點點現金和手機？如果不是求財，那他翻遍全屋到底在找什麼？帶着這個疑問，我們來看質檢報告。很多人下意識會以為女孩是被毆打致死的。確實，她頭上有7處明顯傷痕，是被人抓着頭髮反覆往地上撞擊造成的，身上也到處是被毆打的痕跡。但這些都不是致命傷，女孩真正的死因是機械性窒息。簡單說，就是兇手用塑料膠帶完全封死了她的口鼻，讓她無法呼吸，離世。法醫還在女孩身上檢測出了極微量的男性 DNA， 可偏偏這個 DNA 樣本太少太微弱，根本無法解析，無法比對，也沒辦法確定具體的侵害情況。等於說，這條最關鍵的線索直接斷了。接下來我們結合現場細節還原案發瞬間。警方通過遺物狀態判斷，女孩當時正準備出門去學校，鞋子穿好了，襪子也穿好了，書包便當都擺在玄關，明顯是收拾好東西正要開門出門。就在她開門的那一瞬間，事情發生了。這裡是13樓，樓層極高，外人爬窗戶進來的可能性為0，門窗沒有撬動痕跡，女孩沒有激烈逃跑，
呼救的痕跡，所以警方100%確定兇手是女孩自己開門放進來的熟人。講到這裡，所有人第一懷疑的肯定是受害者的男友，對不對？畢竟是年輕女孩的私密關係，熟人作案，男友嫌疑最大。警方也是這麼想的，第一時間重點調查男友，但調查結果直接把這條線索徹底封死。案發前2天，女孩剛剛去部隊探望過正在服兵役的男友。案發當天，男友在部隊有完整確凿的不在场證明，前男友也被重點排查，但是同樣有完美不在场證據。警方前後一共對11名相關人員採集了 DNA， 想要和現場微量物證比對。那個現場 DNA 樣本實在太少，根本無法比對，所有嫌疑人全都被排除，線索第一次徹底斷掉。而整起案子最反常、最耐人琢磨的疑點，現在才真正浮出水面。兇手作案之後根本沒有跑，他在現場足足待了1個半小時以上。我們梳理完整時間線，就能發現滿滿的不对勁。尸檢推定的死亡時間是上午9點到10點之間，但是警方調取家裡的電腦記錄發現，從上午10點開始，這台電腦持續被人使用，一直上網操作長達90分鐘。也就是說，女孩出事之後，兇手淡定坐在受害者家裡上網瀏覽頁面，慢悠悠待了1個半小時才離開。我真的想問一句，什麼人能做到这種心理素質？犯下這麼大的事，不慌不逃，反而留下來淡定上網。更讓人費解的是，兇手全程做到了幾乎零痕跡作案。警方把整個屋子翻了個底朝天，大門、地板、桌面、抽屜沒有留下任何一枚指紋，任何一個鞋印。全程用來捆綁作案的工具、圍巾、塑料膠帶，全部是女孩家裡原本就有的東西。自帶頂級反偵查能力，不自帶凶器，不留痕跡，冷靜滯留現場。這絕對不是臨時起意，這是一場精心策劃很久的預謀犯罪。到這裡，很多人只是覺得案子詭異。隨着案件陷入僵局，警方的犯罪心理專家對兇手進行了一次極為細緻的刑警側寫，也是至今最貼合案情、最讓人細品發涼的分析。首先，警方第一判定熟人作案的概率極高。這套公寓用的是數字密碼門鎖，大門完全沒有強行闖入、撬動的痕跡。結合女孩正要出門、主動開門的狀態，只有2種可能：要麼是她認識的人直接開門進屋，要麼兇手早就守在門外，趁着女孩開門，毫無防備的一瞬間強行推門進入。不管是哪一種，都絕對不是隨機上門的陌生人。第二點，刑警判斷這起案件存在極強的性犯罪動機傾向。現場細節就能發現，受害人手腳被捆綁，全身遭遇多次毆打，下身衣物也被脫下。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這類犯罪的行為特徵。但詭異的地方就在這裡，法醫全程勘驗，沒有找到明確的性侵痕跡，也沒有提取到完整的生物物證，唯一檢出的微量男性 DNA 數量太少，完全無法比對鎖定嫌疑人。等於說，兇手有明確的動機，卻沒有留下對應的實質性痕跡，非常反常。第三點，也是最能證明兇手預謀性的關鍵證據，他的反偵查意識是刻意學習過的。警方復原電腦數據後發現，兇手留在現場的90分鐘裡，並不是單純發呆浪費時間，他在受害者的電腦上實打實搜索了關鍵內容，包括如何清除指紋，如何毀滅現場證據，這下所有邏輯都通了。為什麼全屋沒有任何痕跡？不是天賦異禀，是作案後臨時上網學習，刻意清理出來的結果。第四點，刑警對兇手的性格心理做出了精準刻畫。兇手根本不是為了求財殺人，他享受的是絕對控制的支配感。持續毆打、反手捆綁、用膠帶徹底封死整张臉，這種折磨式的操作完全超出了正常作案的必要行為。警方判斷，這名兇手有極強的控制欲，甚至帶有一定的異常心理偏好。他想要的是徹底掌控受害者的全過程。第五點，也是很多人忽略的細節，兇手的体型大概率並不高大強壯。結合樓下鄰居的證詞，案發時段屋內持續傳來激烈的撞擊、打鬥聲響。如果是高大強壯的成年人，完全可以瞬間制服受害者，不會出現長時間的激烈拉扯和打鬥。也正是因為自身力量不足，兇手才需要依靠捆綁、膠帶束縛、持續毆打來壓制對方。有了這套精準的刑警側寫，再回看之前的目擊者證詞，整個案子就更加扑朔迷離。樓下的主婦說，當天上午10點到11點半，樓上一直傳來很響的砰砰撞擊聲。而住在同棟開花店的居民也說，上午11點左右，
他在等電梯的時候看到2名短髮男子從這棟公寓離開了。可詭異的是，這2名男子從此再也找不到任何線索，身份沉迷。另外還有一個關鍵線索，兇手拿走的那部手機在當天中午12點49分在光州市西區的一家韩醫院附近發出了最後一次信號，之後徹底關機，徹底消失，再也沒有被找到。很多人以為警方只是簡單走了个流程，其實當年的偵查力度非常大，警方專門成立了特級專案組，整整集中偵查了6個多月。他們逐一核對，排查了超過2000份通話記錄，把受害者的親友、同學、熟人、周邊鄰里全部篩查了一遍。不僅如此，警方還針對性排查了全韓國有同類作案手法、有特殊心理犯罪前科的人員，覆蓋首爾、仁川、光州等多個城市。哪知道這種交代束縛、慢窒息、無目的翻場、事後學習銷證的手法非常特殊，極少有人採用。可就算做到這個程度，警方依舊沒有鎖定任何一名嫌疑人。當年這棟公寓沒有任何監控設備，也正是因為這起疑點重重的懸案，後續整棟公寓才緊急加裝了監控設備。但當年的一切都沒有影像記錄，沒有證據，沒有線索，沒有目擊者實錘，所有的疑點全部卡在半空。時至今日，這起案件依舊是韓國最知名、最讓人意難平的未解懸案之一。最後，我想聊聊這起案子最讓人難過的地方。這麼多年過去，警方依然沒有放棄，專門成立了懸案專案組，持續跟進，持續比對新數據。可對於受害者的媽媽來說，救贖早就不存在了。老人家後來講過一句話，看哭了無數網友。他說，2004年9月14日那天，我也跟着女兒一起死了。他那天精心準備早餐，準備路費，滿心希望女兒順利上岸，擁有光明的人生。他出門的那一刻，絕對想不到自己是親手把女兒送進了一場災難裡。20年過去了，兇手依舊逍遙法外。那2個短髮男子到底是誰？兇手滯留90分鐘搜索銷證清理痕跡，到底在掩蓋什麼？明明不圖錢財，為什麼要翻遍全屋？這部最後出現在韓醫院附近的手機到底是誰帶走的？結合警方的完整心理側寫，我想聽聽你們的看法。你覺得這名體型偏弱、控制欲極強，還會臨時學習銷證的兇手，到底是受害者的隱秘熟人，還是隨機挑選目標的預謀犯？評論區理性聊聊你的推測。我是老九，如果你喜歡這種深度的懸疑紀實，記得點讚關注，我們下期再見。